你还会洗衣裳？这儿没熟识的家仆，别人洗我不放心。出来还这么讲究？不过是几尺遮身御寒的破布罢了。别的是，这件搞不透。我瞧瞧，难不成是金子做的？金子，金子哪比得上这玉兰？大老爷们儿穿这花花草草，这你就不懂了。苏明玉、柯梦兰各取个伟字，方有这玉兰。这是梦兰姑娘送我的。行，你晾着吧。哎呀，你好像说过那越州什么鸟笼刀也是快刀。你说的是越州刘家羽龙刀吧？叫什么不打紧，主要是刀法，它怎么能抵得住这下盘的不稳呢？你想学啊？你说呢？哎，这越州刘家羽龙刀啊，一共分9式，这其中每一式啊，我就收你10两啊，怎么样？哼，不学也罢。哎，等回头唐啸再去找你那个什么玉兰，你自己对。金兄，我现在回去给你抄一份刀法要领，行吧？收拾行装，1个时辰后出发。不是明儿才回南都吗？四处皆为草帮探子，按部就班，岂不遂了他们的心愿？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。舒姑娘此举恰当。回城少不了血雨腥风，你务必听我与金兄安排。打包吧，算就算了，横竖也是那味儿。我看着甜。呀，金兄闹肚子了啊！期票4两2钱，比昨日涨了9钱，生丝下跌2钱，这么算下来，也就是涨了1两1钱。姐姐，你在算什么？我在算苏家的胜算。若期票按生丝的赔付率，每斤2两银子减去1斤，4万两。那8万两，岂不是36万斤？我若像姐姐这样好几日茶饭不思，早没力气想这些了。眼下，生丝下跌明显，期票的涨势还剩5日。柯姑娘，柯姑娘，苏会长屋里有请。听闻姑娘精通商道，那不妨说说，这8万斤生丝期票，可将南都的丝价压低至多少？眼下相比期票，现货反而能让商家安心，所以我猜想，生丝市价还会下跌，可跌至每斤4两银子。我估计最多跌至4两5钱。苏会长可有做好2手准备？2手准备。眼下期票涨势迅猛，我猜苏会长也有参与。以苏家殷实根底，若暗中倒手，获利10余万应该不难。若生丝未能入城，即便需要赔付，也不至于伤筋动骨。苏会长总理南都商会，期票也由商会发行，苏家如何会坚守自盗，哄抬票价？是孟兰多言，不该擅自揣度。钱掌柜所言非虚，此办法我想行，但却不可行。柯姑娘如此谙熟商道，真的令我很意外。苏会长谬赞，孟兰懂得浅薄。好了，不说这些了。敢问柯姑娘，近日云公子在谋划些什么？云东家近日都不在连胜坊。他去哪儿了？
我也不知。也罢，那劳烦柯姑娘，等云公子回来，告知一下。苏会长，您此次可是将全部赌注都压在了商队上？兄弟，喝口水。好，照顾一下。各位镖头，你们手下怎么样？我手底下多名轻伤，1名重伤。我这也差不多，我射了好几名弟兄，其余的也都是轻伤。各位镖头，你们的手下及他们的家人，苏家都会安置妥当。此次你们舍命相助，苏某莫齿难忘。现在局势已经分明，二位不妨自报家门，说出幕后主使，或许能够留你们一命。哼，这能问出个屁呀！学着点儿。你觉得这俩哪个更容易开口？我也觉得。你是现在说，还是打完你再说？我说，我们寨子就是拿钱替人办事，他是曹帮崔天峰的人，他是。你以为你自己干净啊？你们几个寨子，多少人马？15个寨子，400多人，还有几十个曹帮的。虚张声势。如果有400人，为何不倾巢而出？为何只来你们几个？也不足为奇，只是试探试探嘛。哎，舒姑娘，杀父不义。你若落他手上，他可会放过你？留作人证吧，押回府衙，还能给戚天峰定罪。随你，当做人质也可。先压下去，好生看着。走，不是，放了我吧，放了我吧。学到了吧？对这种人就一个字，狠。自家兄弟，学费半价。走。都放下！齐帮主，我吴老三下辈子再与您做兄弟。这就是你天天吵着要闯荡的江湖。走吧。看似灰飞烟灭，不过是刚刚拉开帷幕。
季爷，我们探路回来了。什么情形？你看，明日路程必定凶险。你们看这儿，还有这儿，这些地形极易设伏。这样的路况，少说还有7、8处。但是我们这些人手绝对不够破防。我来看看。注意警戒！有些手段，虚晃我们3回了，是存心让我们不得安宁。这是何处？是个荒废驿馆，据此处有异氏阵脚力。院墙可完好？很讲究。眼下，这四面楚歌，他们正是想耗得我们精疲力尽，再发起总攻。这旷野无险可守，我们不得片刻安宁。这样下去，还真遂了他们的心愿。就算躲到驿站，也强不到哪儿去啊！舒姑娘，这弃票只有15日，眼下没几日了。你放心，来得及。各位，我们再熬一夜，天亮启程去驿馆。不管怎么说，先做休整，随后我自有安排。好。云公子，康掌柜，可有消息了？公子每日一问，是在忧心什么？只是觉得很蹊跷。苏家商队即便出了事，也会有人败逃回来，怎么会毫无音讯呢？公子手持鱼竿，却忧心鱼饵安危。垂鹰落定近在眼前，公子且再等等。东翁，刚收到飞鸽传书，苏家商队已经躲进了那家废弃的驿站。东翁，我看这回咱们稳了。大事未成，言之尚早啊！弟兄们跟着出生入死的都辛苦了，每个人多发2级的月钱，有功的另行重赏。再过3日，弃票到期，咱们就能稳坐南都城第1把交椅。到那时，咱们就再也不是处处看人眼色的草帮了。慢点啊！检查好了啊！来帮忙搭个手。啊！那边再看看。来来，放这放这儿。小心啊，小心啊！来，快过去。如今时间紧到匪强，如若我们继续消耗，百害而无一利。所以，与其一味防守，不如引蛇出洞，主动求战。主动出战，他们足足有400余人，我们才有多少？而且我们半数都是家丁。是啊，一旦杀起来，一人虚敌4、5人，如何支撑得住？是啊，别急，听鼠丫头说完。如果寡不敌众，不如将他们分开，逐一击破。正是此意。第一步，偷梁换柱，将半数家丁与半数镖师互换衣装，然后再将商队一分为2，看似分队押运，实则一队全为家丁，一队全员镖师。如此，2队分头行进，对方必定分头追击。郑镖头，在。家丁那队交由于你，一旦遇袭，即刻系货车分散逃走。明白。
我们剩下几个将要面对一场硬仗，即便不是以一敌四，也是以一敌二，且要速战速决，防止另一队倒给回援。既已出表，我等弟兄定当以死相搏，以死相搏，绝无儿戏。这是好计策，要快，要如疾风过岗，片草不存。苏公子留守一战啊？为何呀？那我再说一次，护得生司，你就是头功。你与生司在一起，哪都不能去。舒姑娘，怎么？这把我一个人留下来吧。可万一那帮贼人闯进来，我一个人如何？还想闯荡江湖？我哪里是怕死，我是怕守不住生死。这样，我与你们同去，多一个人，多一分胜算。云香果然没看错你，苏明玉，你不要觉得将你留下是觉得你不堪重用，此地其实非常危险。眼下，天将降大任于你。可如果他们闯进来，我该如何应对？别怕，此地先为空城计，我们离开会将驿馆大门和院门全部敞开。你们好生在屋里待着，切莫出来。但万一有贼人闯入，单记一条：擒贼先擒王。一点动静都没有，空城计看来成功了。眼下是，但千万不能大意。这样，我们先就地取材，提前做好部署。好，听公子的。去吧。定福楼上好的女儿红，分了吧。眼下不知生死，留着她浪费。哼，姐，舒姑娘是何来头啊？怎么？啊，年少成名的，我也见过不少。不过像她这样懂计谋的，我还是头一次见。她年纪轻轻就出来闯荡，不狠，活不到现在。不过她懂点兵法，我也是刚知道。好，难怪，了不得。假以时日，必将名震江湖。
苏公子，苏公子，郑彪子，其他人呢？本王按吩咐，玉玺后骑车逃走，可是那帮盗匪没有去驰援，反而紧追着我们而来。我怕引来全部盗匪，便让大家四处散开。跟来多少人？20余名。终于来了。关门，打狗，一个都不能放过。把人给我拖过来！饶命！不要杀我！这么怕死，当什么镖师啊？哪号镖局的？你不是镖师吧？我不是镖师，我就是个家丁。家丁？说，生死在哪里？都在驿站。你便是苏家少爷苏明玉。有意思，头一回见人少的关人多的。那我们今天就看看，究竟谁才是瓮中之鳖。这位壮士，敢问尊姓大名？你这是什么路数？老子我结过富贵无数，从未有人要过信使。江湖规矩，不管是敌是友，留下名号。你小子是戏看多了吧？苏家大少爷，你听着，我弟兄伙几个今天是奔着生丝来的。不想要你这张肉票，要结生丝绝无可能。现下投降，或可留你性命。生丝肉票留下，其余的给我杀尽！哟，还是个练家子。兵器越怪，死得越快。有眼无珠的东西！找死！想活命，让他们停手！苏公子，快跟我走！
苏子，苏子，去哪儿？千管家再三交代，你可丢掉生丝，也要保你性命。生丝才是我家的命。列祖列宗在上，怀柔无能，将苏家存于险境，将明玉存于性命之余。愿列祖列宗保佑怀柔，抽一记签，保佑苏家。寄予机处，上德才，复真理。灭九王，君子正兄。此乃兄寡，若在职期间，怕有灭顶之灾。若要平安，必当放马休兵。老周，老周，看见瘦丫头没有？没看见啊。舒亚楠，舒亚楠，舒亚楠。舒亚楠，金石两，我还以为你死了，我正想着这云香回去不得扣我工钱啊！哼，快走！去哪儿？这不都杀干净了吗？我们已耗了几个时辰，都未见半个盗匪来增援，我担心他们直接去了驿馆。苏明玉，守住围墙，是能救的快救，是。是我们。舒雅，你们终于来了！我们撤回时跟随了尾巴，前后涌来2波盗匪。苏明玉呢？在2楼，在2楼。苏明玉，苏明玉，是我。这小子杀红眼了。
清醒了吧？可缓过来了。你这回算开了荤了。数过没？杀了几个？剥开皮肉，那感觉瞬之间就来到了手上，直到骨头，就像刺到了硬石头。血喷到脸上是热的，我不喜欢，不喜欢。你这样很正常，缓缓就好了。一会儿你好生歇着，玉石都交给我们。能动弹的都起来，一定要护住院墙。是。车来了！热下！想明白了？你说的对，这才是真正的江湖。从今日起，你便是我金世良的兄弟。真正的江湖，只有血雨腥风，你死我活。一会儿打起来，不许半点留情。坚持住！撑住啊！
苏家的命！